俄罗斯新兵弹子意外穿越到二战时的苏德战场，他们看着突然出现在眼前的德军，还以为这是在拍电影，没想到等来的却是真枪实弹的射击，新兵被打得四处逃窜，最后德军全部俘获，就连有着步枪之王称号的 AK-47也被缴获。一旦德军仿制成功，绝对改变二战走向。都说俄罗斯是战斗民族，他们左手伏特加，右手波波沙，冲锋喊着乌拉。但现在的俄罗斯的新兵已经失去二战时先辈们的血性，他们对待部队训练各种偷奸耍滑。野外训练时，3个大兵为了偷懒，直接抄近道达顺风车回去，可接连拦好几辆车都不搭理他们，于是干脆端起枪逼停一辆大巴。然而车上坐满了二战时卫国战争的英雄，他们的军装上挂满勋章，正要去参加卫国战争纪念日活动。但3个新兵眼中没有丝毫尊敬，直接拿起手机一顿拍照炫耀。老兵虽然没有和新兵计较，但司机却找到新兵长官，要求严厉惩罚这3个新兵。晚上长官命令所有人紧急集合，司机只认出这群劫持大巴的新兵，长官狠狠地呵斥他们一顿。作为军人就是保家卫国，并非像土匪一样对待百姓，更何况拦截的是卫国战争中的英雄。随后长官按照一人犯错全体受罚的准则，让全班进行负重16公里的野外拉练，新兵乖乖受罚，但他们没跑2公里就有人倒下，于是决定朝近路回去。就这样小队来到树林，不知不觉眼前出现一团浓雾，此时指南针也失灵，新兵只能盲目的向前走。当浓雾散开后，他们来到一个有着古老建筑的地方，村民们的穿着也十分古朴。就在新兵一脸懵时，远处驶来一列德军车队，新兵以为这是在拍电影，但是下一秒德军迅速端起枪朝新兵射击，这真枪实弹的感觉直接把众人吓得抱头鼠窜。此时所有人还不知道，他们已经穿越到1942年的苏德战场，众人一路逃进树林，混乱中2个新兵掉进一个深坑，其中一个士兵起身后吓得连连后退。原来坑里堆满了苏军战士的尸体，他们捡起一张报纸，上面的日期赫然写着1942年。此刻还在树林里逃跑的新兵依然觉得是在拍电影。这时一架战机从头顶飞过，班长抬头一看，那是德军的 Bf-109战机。战争的实感越来越强烈，直到其中一名新兵中弹牺牲，他们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大家都沉默了，他们脸上除了不知所措就是深深的恐惧。新兵们不知道自己在真正的战场上能存活多久，可眼前的问题是，他们手里训练用的阿卡47并没有子弹，况且二战时所有口径的子弹都没办法装填到阿卡步枪里，更何况现在就算他们遇见德军或是苏军，都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。这群训练中自由散漫的新兵在这里只能随机应变了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他们在树林里摸索到了一个村庄。这群俄罗斯新兵穿越到二战时的苏德战场，当他们眼前出现一支德军小队时，以为人家在拍电影，下一秒德军就端起枪朝他们猛烈射击。由于野外训练没给他们发子弹，新兵们只能逃进树林。好在他们逃到一个村庄，善良的村民收留了他们，还拿出食物热情招待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来了2名德国士兵，大爷和孙女慌忙收好食物，新兵们赶紧躲进谷仓。2名德军也是来搜刮食物的，但其中一人发现端倪，士兵为转移德军注意，大胆走出来，试图用语言感化德军，然而并没有起到作用，反而对方举起枪毫不犹豫扣动扳机。2名队友见状赶紧冲出来，他们从背后制服德军，将他拖进小木屋。另一名听见声响的德军立马冲出来，新兵看着即将死去的队友，他果断扯下脖子上父亲留给他的遗物，将唯一的1颗子弹装入弹夹，随后他一枪击毙德国士兵，被制服的德军成为俘虏。新兵们并没有狠心将其击毙，其实在战场上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。直到深夜所有人都睡着时，德军慢慢靠近看守，并且拿出一张照片，用蹩脚的俄语向他卖惨。天真的新兵信以为真，居然帮德军解开绳子，解脱束缚的德军立马刺死了他。而旁边的队友正好看见这一切，德军俘虏警告他不要出声，吓傻的他一声不吭。德军就这样堂而皇之的溜走。等到第2天众人醒来，发现德军俘虏不见，战友也死了，士兵陷入深深的自责。他试图用水洗掉自己的负罪感，却意外发现了老人的孙女的尸骸。因为他的胆小和懦弱，不仅害死自己的战友，就连善良的老人和孙女也惨遭毒手。这群生于和平年代的士兵终于体会到了真正的战争，他们开始为没有杀掉俘虏而后悔。现在他们唯一的念头就是干掉德军。于是新兵用德军摩托车里的汽油制造燃烧瓶对付德军，同时用训练时学的现代作战技巧引诱敌方落入陷阱。随后新兵毫不犹豫地开枪干掉德国士兵，剩下的2名德军开始逃跑，而杀死战友和大爷的俘虏就在其中。这次新兵不再懦弱，就在他举起斧头砍向德军时，对方的机枪早就瞄准了他，最终2人同归于尽。现在他们只剩下5个人，正考虑接下来怎么办时，突然一群人拿着枪对准了他们，来的正是苏联游击队。看着一群奇装异服的人，他们眼里充满了疑惑。好在新兵说着流利的俄语，再加上地上躺满了德军的尸体，苏联游击队便放松警惕。新兵表示自己是苏联红军，来这里是在执行秘密任务。随后游击队长将他们带回营地，不料屁股还没坐热，德军又发动夜袭，双方展开激烈交火。但架不住德军人多势众，有几名新兵被抓，只有班长和副班长逃了出来。看着营地尸横遍野，
两人决定冒死营救队友。他们在路边成功缴获一辆德军卡车，但是当他们打开车门时，里面押送的居然是一群女孩，他们是送给德军长官的礼物。苏联女孩得知两人要去营救战友，他们决定给新兵做掩护，似乎一切都在按计划顺利进行。怎知这时副班长突然发现，他们的 AK-47竟然在德军长官手中，如果步枪被德军大批量生产，必将改变二战局势，后果可想而知。一群俄罗斯新兵穿越到二战时的苏德战场，他们的战斗力直接被二战的德军秒杀，战友们纷纷被俘，甚至连苏联特工的 AK-47都落入德军手里。德军长官对他爱不释手，如果 AK 步枪被德军大批量生产，后果不堪设想。2名穿越来的俄罗斯新兵决定要夺回步枪救出战友。到了晚上，德军开始举行庆功宴，被抓来的苏联女孩极力配合着德军。一名德国军官甚至拿出珍藏许久的丝袜让女孩展示。可是这些德军不知道的是，女孩已经做好同归于尽的准备。随着一声爆炸，德军营地陷入一片混乱。2名新兵趁乱将队友救出来。就在他们准备坐船离开时，副班长想起 AK-47还在德军手里，怎料在返回途中被德军击毙，最后只剩余3名士兵成功逃脱。他们休息片刻后，决定重返德军营地将 AK-47拿回来。因为阿卡一旦被德军仿制成功，对于苏军士兵来说就是降维打击。但是此时德军已经加强戒备，他们打算用飞机将这把枪运至柏林。眼看飞机要起飞，3人借助发出的巨大噪音掩盖枪声，迅速干掉看守哨兵。但营地里面还有几百名德国士兵。这时一名苏军士兵突然走向德军，他想吸引德军的注意力，随后又笑呵呵向德军打招呼。德军看着士兵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另外2名士兵抓住时机迅速绕到后面，干掉最后1名看守。他们拿着枪冲进来，将德军打晕。紧接着2人拿起 AK-47就撤，而屋外反应过来的德军立即开枪将士兵击毙。这边拿到枪的2人骑上摩托车开始逃，德军立马追了上去，但是开出没多远，队友就不幸中弹，他失去行动能力。班长只好弃车搀扶队友往前走，队友很快就撑不住了。他也明白自己现在这样只会拖累班长，于是他让班长放弃掉自己。班长自然是不同意，但眼看德军就要追上来，为了不让 AK-47落入德军手里，班长只好拿着枪独自逃走。没一会，身后传来几声枪响，班长知道队友已经牺牲，他已然扎进眼前的浓雾。10来个新兵穿越过来，此时只剩下自己。班长脑海中不断回忆起战友们牺牲的样子，不知道跑了多久，他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列队声，那是2班士兵的身影。班长不敢相信自己穿回来了，然而此时的他们像是一群老兵，每个人都安然无恙，却又遍体鳞伤。卫国战争纪念日活动如期举行，一身戎装的卫国英雄们缓缓走过，2班新兵们笔直地站成一排，接受老兵的检阅。此刻他们眼前再无以往的儿戏，取而代之的是满眼敬重。那些在浓雾中牺牲的战友也相继出现在队伍中，看着熟悉的面孔，他们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溢出眼眶。前辈们的足迹，只有踏上去才知道有多么的沉重。